大家好，本期比特币视频再来聊一聊，比特币产量减半之前会历史新高吗？不然还是一样，就算 all time high 也不要卖。希望大家多头利润继续抱住，不要平仓。但是要继续拿利润做多，可能还是需要等啊，因为发现陷阱太多，好像又有一个楔形的形态。等下来分享几张图表里面的知识。如果你喜欢本视频，感谢点赞、订阅、小铃铛，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圈，上面有我免费分享的程序交易信号，或者也可以查看我 OKX 以前的交易战果。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图表，感觉比特币在这个位置有一个非常大的看跌楔形的形态或者是比特币2023年12月份的这个高点，包括上一次 49K 的这个高点，以及这一次大约是在 53K 左右的高点，然后比特币 39K 的这个低点，或者是比特币2月初的这个低点，大约是在 42K。 如果从周线图的形态里面，我们可以把这几个给它关掉感觉是看得更明显。这个位置会不会是一个楔形看跌的形态？会不会是主力在这个位置一直在引诱多方的买盘继续往上买在这个位置？那有没有可能以往的经验，一般楔形的形态我们要小心，有可能会以下跌为主所以我们再回到比特币日线的图表因为我看到一些朋友比特币价格涨高了，还是在问这个位置还想拿杠杆来做多比特币。那昨天已经跟大家讲，这个位置不跌有可能没感觉，万一跌下来，如果是手上还在高点的位置去开杠杆，有可能跌下来的时候心态会受不了。所以这两天也是跟大家讲，我感觉在这个位置如果要继续杠杆做多比特币，感觉空间不太合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个图表同样也是比特币当时在 49K 的高位，也是跟大家讲这个位置有一个看跌楔形的形态，要小心，有可能比特币会跌$10,000，然后在这个位置也是逃过一波，或者是做空比特币，后面是在大约 42K 的位置，又在推特上面通知大家，就是这个位置比特币感觉又有一个看涨楔形的形态。那现在的比特币楔形这么多，或者是陷阱这么多，我的观点是我们也要小心因为以往的经验，就比如这一个看跌楔形的形态，以往的经验有跟大家讲过，如果你看到这种形态，它有可能至少会需要盘整，或者是弱一点的情况，它有可能会回到这种楔形起涨的位置，或者是看涨楔形的形态，就比如这个形态，它最弱的一点有可能会在这个位置盘整，或者是有可能强一点的话，就类似这一次，它也是会回到这个楔形起跌的位置。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上比特币在2023年的8到10月份，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是底部的这几个位置，当时为什么在这个位置，或者是包括这个位置也是继续做多。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是比特币每一次的高点都是不断的在下降，好像跟低点成一个夹角的走势，就是说明有可能主力在这个位置刻意把价格给压低，或者是不断的在这种楔形的区间里面不断的吸纳筹码，或者是把筹码买到自己的手上。然后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一般楔形的形态起跌的位置，特别是看涨的楔形起跌的位置，它最终价格都会重新回到起跌的位置。包括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是2023年的5月份，这也是一个看涨楔形，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价格也是最终回到这一个起跌的位置所以现在我们观察一下这个楔形的形态，从周线里面判断也不准，到底会不会是一个楔形的形态。当然还有一种走法，它如果真的能跌下来来到这个位置，我的观点是也是非常好的，或者是后面如果还有做多的机会，我们到时候再判断，就怕它不跌因为现在目前还是牛市。那我的观点是还有一种走法，如果它在这个位置横盘，以时间化空间，也有可能会化解这个楔形的形态。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这张图表，或者是绿色的这一条虚线，也就是比特币产量减半的时间是在2024年4月18号左右那现在比特币距离产量减半的时间目前只剩下60多天，或者是产量减半之前有没有可能去突破这个历史新高 all time high？
前几天的一个视频是有跟大家讲过，如果要参考黄金现货 ETF 上市的那一波走势，大涨 70%， 或者是在这个位置比特币的 ETF 上市，如果真的像那个黄金大涨 70%， 或者是后面还会继续大涨，我的观点是也不排除这个位置会不会继续all time high。不过我们观察一下产量减半的历史就是这一个周线的 RSI 指标。历史上比特币在产量减半之前，一般周线的 RSI 指标来到80附近，有可能就是一个非常超买的区间。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上一次比特币这个高点它当时 RSI 指标是来到大约83附近，后面比特币有一个下跌，或者是今天收盘我们去观察一下，如果这个 RSI 指标再增加3个点，大约也是在83左右。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比特币历史上产量减半之前的上涨历史我们可以观察一下2020年5月份左右的这个产量减半，它在之前的上涨，不管哪一个高点，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个 RSI 指标，基本上在80附近有可能就是非常高的一个超买的区间，往往要小心有没有这种下跌，而且它在产量减半之前，或者是这个 RSI 指标一般是很难去突破这个历史新高all time high。历史新高往往都是在产量减半之后才会突破这个all time high，所以我个人是有一点偏向，有可能比特币在产量减半之后才会all time high，或者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比特币2015年牛市的历史2015年的底部起来之后，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一波上涨，这个 RSI 指标也没有来到80，或者是在这边盘整了200多天，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在产量减半之前这一条绿色的线，它前面的上涨 RSI 指标在周线里面基本上80左右，有可能就是非常超买的区间，往往这种高点就是要小心，就是要防这种比特币有没有可能会下跌。而且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比特币在2016年的就是这个高点，它在产量减半之前也是并没有突破这个 all time high 历史新高所以我们从比特币周线的图表，或者是这个 RSI 指标产量减半之前上涨的历史经验，有可能 RSI 指标在大约80左右，我们一定要小心，特别是市场在超买，或者是市场在疯狂买入的时候，期货你如果要继续杠杆做多，我的观点是一定要小心。所以我们看一下目前比特币的 RSI 指标，产量减半还没有开始，或者是还没有到来， RSI 指标如果接近80，我们就遵循历史的经验，有可能像这种高点的位置要继续杠杆，个人认为还是要小心一点最后感谢大家收看，订阅我们。